在亲友眼中，这段时间的魏无羡变化似乎不过是沉默了一些，因家里变故，没有平时快乐自在。但越是亲密的人，越是能够感受到深潭之下的暗流涌动。魏无羡像是一株未及长成的树木，在青春茂盛时被剪去枝丫，而内里也逐渐腐蚀。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一开始是躲着蓝忘机，窝在小酒吧里喝完，醉醺醺的回家躺在沙发上。几次之后，他被蓝忘机在酒吧打了个正着，亲自送回家里。两人从小到大有过无数争执，从抢一颗糖到心意未明时乱吃的飞醋，但这些不过是斗气。魏无羡从来不记仇，吵架不过夜，隔天就跑着去逗蓝忘机。这次似乎好一些，两人没有吵闹，只是静静坐在沙发两边，似近非近，似远非远。蓝忘机问不出想问的问题，魏无羡说不了郁结的话语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关系像在悬崖边绳索上的行走，岌岌可危，无力挽回。他开始逼着蓝忘机看医生，每晚悄悄吃下安眠药，才能不在鲜血淋漓的梦里惊醒。在某天早上，魏无羡切开一个番茄后，无意识把刀对准自己的手腕，清醒过来丢了刀，终于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如果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，如果不让温家血债血偿，他一辈子都不会甘心的。魏无羡回来后，一直想消弭时间留下的烙印，装作他不过是出了个门，闹了个别扭，转头回到家里，和蓝忘机习以为常的吃饭睡觉。但那毕竟是从少年到而立的10年，窗前的银杏树绿了又黄，日月升起西落于渊。湖面薄冰化成春水，街道人流往来，广厦成林又在风沙中老去，这样好几个轮回的10年。时间的鸿沟啊，如此的漫长，站在10年的那头看不见另一头。而他和蓝忘机竟然分别了这么久，久到魏无羡再如何没心没肺，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。但在蓝忘机这边，时间却仿佛永久停留在了10年前。黑沉夜色中，魏无羡戴着眼罩，连一点隐约模糊身影都无法捕捉到，唯有指尖热度纠缠，还有蓝忘机吹拂在他脸上的气息。他问，并未同意是什么意思？蓝忘机没有说话，手指却陷入魏无羡的指缝中，紧紧握在手里。两人之间距离不自觉越来越近，静谧之中几乎分不清楚砰砰的心跳声到底是谁的。魏无羡口干舌燥，心乱如麻。喉结微动，哑声问，意思是我们现在还在交往对吗？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亲你对吗？未等蓝忘机开口，他借力抬起头，看不见任何情景，便用嘴唇去找蓝忘机的，就像是相拥着蜷缩在窝里的2个小动物，借用鼻尖与唇瓣互相寻找对方。贴在他棱骨分明的下颌骨，顺着往上落在发烫的耳根，亲吻过脸颊，而后摸索着落在蓝忘机的唇角，好像有一滴滚烫的水滴落在两人纠缠的唇齿间，但被深夜的爱意蒸腾。眼罩在亲吻的时候不知道被谁挪上去了，贴着额头发热。魏无羡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脑袋发热，呼吸还没喘匀，蓝忘机伸手过来把他双眼盖上了，该睡了。魏无羡抱着被子滚了一圈，翻到床内侧，空出半边，你睡。蓝忘机没动。魏无羡顶着小碎花蒸汽眼罩，卧在空调被里，露出一双眼看他，宁愿睡沙发，也不想和我睡在一起吗？当然不是。魏无羡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拍拍床铺，那你上来，都12点了。蓝忘机迟疑片刻，翻身躺了上去，睡在比沙发宽阔很多的床铺上，却有几分僵硬。安静的房间里，空调轰鸣声嗡嗡作响。魏无羡和他躺了半晌，伸脚一踹被子，掀起来盖在蓝忘机腿上。见他看过来，闭着眼睛理直气壮道：“吹空调不盖被子，小心关节炎。”魏无羡听见他叫自己，魏无羡耳朵支棱起来，睁开一只眼看他，怎么了？被窝下一只手麻撒过来，攥紧了。晚安。魏无羡反握住，突然所有的无所适从和怅然若失都有了着落。他一把拉下眼罩，闭上眼，晚安，明天见。第二天中午，蓝医生又在医院角落捡到趴着玩游戏的魏无羡，边上是个方才还捧着打石膏的手哇哇大哭的小孩子，现下已经含着眼泪撅起屁股似，趴在魏无羡肩膀上指点江山，这个技能都没躲开，你好菜呀！胡说八道，我
魏无羡正要绝地反击，突然抬起头对上蓝忘机的视线，顿时懒得逗小孩了。好吧，我好菜，你自己打行不行？不行。魏无羡无辜的眨眨眼，手指轻点双杀，又朝着蓝忘机偏偏头，示意他看自己旁边的保温袋。蓝医生走了过来，先检查过小孩子打石膏的手臂，在他又惧又怕的目光中坐到魏无羡身边。几点起床的？你还不知道我？太阳不到正午我不行的。这局长的要命。魏无羡看了看时间，还要5分钟，你先吃。蓝忘机打开保温饭盒，竟然是刚煮好的几个饺子，虽然有些破皮了，但竟然卖相还不错。我的厨艺也就应付速冻饺子了，吃过2个，已经熟了。魏无羡原本想煮粥的，但如果害得蓝医生下午上不了班，那就是大罪过了。